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用300克的面粉烙了10大张这种薄饼，捡点菜，捡点肉，家常的做法，特别的好吃。盆中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3克的盐，550克的清水，混合均匀。搅匀以后，分少量多次的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。面粉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加入，边倒边搅拌。面粉全部加入到单液水中，变成这样的糊状，然后给它多搅拌一会儿，大约搅了4-5分钟，看到有细腻光滑的状态，提起来看一下，能形成一条线，看这面糊。盖上盖子，醒上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次搅动一下面糊，搅匀以后开始下锅烙饼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然后我们用厨房油纸沾一点油，滋润一下锅底，不需要太多的油。锅微热，放入面糊，然后用这种竹蜻蜓或者是铲子直接把它刮平。看到饼的表面变色了，然后我们给它刷上一层薄薄的鸡蛋液。刷蛋液的目的，为了让烙出来的饼颜色更好看。烙制饼的边缘，看一下这一圈全部翘起的时候即可翻面。翻面以后再保持30秒的烙制时间。翻面看一下，这面的颜色特别的漂亮，不需要出现那个金黄金黄的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饼薄不薄，透不透？家人们看一下这个饼，特别的薄，不但薄，而且特别有筋性。学会了，我们不用出去买了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。烙好的薄饼，我们给它反面朝上，放上炒好的土豆丝。喜欢吃肉的可以卷一点鱼香肉丝或者京酱肉丝。注意炒土豆丝的时候不要带汤，一定要把它炒干。如果带着汤，这个饼容易破。从底边给它叠起来，两边折过来，往前走，形成这种长方形即可。电饼铛里刷点油，锅热以后放入卷好的饼，再给它煎制一下，这样口感更好。煎制的过程中，我们给它转动一下，让它受热均匀。煎制饼的底部变色了，翻面，哇，笑。同样煎制的过程中转动一下。另一边大约烙制1分钟左右，看一下，另一边也呈现这种金黄色，就可以出锅了，颜色特别的漂亮。出锅装盘，好吃又好看的土豆丝卷饼就全部出锅了。家人们看着有没有食欲？整体做法一点都不难，喜欢的家人们可以动手试做哟。海娟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葱花椒盐饼，烙制的过程中就闻到浓浓的葱香味儿。首先我们准备1斤的普通面粉，加入一些盐，一部分的面粉用20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，边倒边搅拌，另一部分面用200克的凉水继续搅匀，搅成这样的大面絮状，加入1把小葱花，下手揉成团。揉制的过程中，如果粘手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抹一点油。第一遍给它揉成团，醒上5分钟。醒上几分钟，我们再来第2次揣面。面团揉至光滑的状态，盖上盖子，醒上半个小时。案板上撒干粉，取出醒制好的面团，面团稍微给它整理一下，不需要揉搓。整理成这样的长条状，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，然后把切好的面剂子由外向里收一收，整理成圆形面剂。团好的面剂子我们直接压扁，擀开，擀成这样圆饼状，表面淋点葱油，涂抹均匀，不需要太多，薄薄一层即可。然后撒上一层椒盐，这椒盐烙饼口感特别的香。
再来点干面粉，起到分层的作用。从饼的半径处切上一刀，然后沿着切口处卷制起来。卷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大拇指压住圆心点，继续往前走，最后击口处一定要捏严收紧，层次推进去，封紧击口，大头朝下，旋转一圈压扁，不要着急擀开，先放在保鲜膜下醒面5分钟。取过一份醒制好的面剂子，从中间部位向上下两边擀开，然后少来一点点干粉，翻个面，这样层次薄厚一致。同样上下左右擀开，擀成圆形小饼，不要擀得太薄，太薄以后就没层次了。平底锅或者是电饼铛预热点油，油热以后放入擀好的饼皮，烙制10几秒钟，然后给饼转动一下。看到饼的表面有小泡泡产生，这时候再淋油，看一下底部微微变色的时候翻面，看一下饼的表面再次鼓起，这时候再给它翻面。随着锅温的升高，看一下这个饼慢慢的鼓大了，证明里面层次出来了，饼就熟透了。越鼓越大，这时候关火，出锅。从这颜色看，是不是您就馋了呢？看一下要多柔软有多柔软。掰开里面我们看一下，里面一层一层的，看一下这小层特别的丰富，一点不比外面买的差。喜欢吃饼的家人们，动手试做吧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汉娟美食。今天做了空心的家常小肉饼，个个柔软空心，颜值在线，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，加菜加肉都好吃。首先我们准备1斤的普通面粉，放入一点点盐，增加一下底味。用温热的水来和面，350克，边倒边搅拌。和这个面水的温度大约在40-50度，微微有一点点烫手。新手我们就放350克的水，如果经常做饼的，可以增加到400克。搅拌成这样的大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。这个面团刚开始揉的时候有一些粘手，我们只需要给它揉成团即可。醒上5-6分钟，过几分钟以后，手上沾一点干粉或者沾一点油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再次把面揉光揉匀，把面揉至光滑后，盖上盖子醒上半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个油酥，碗中放入2勺面粉，浇入刚刚沥和的热油，搅一搅，调成一个稍微稀一点的油酥备用。案板上少来一点干面粉，取出醒制好的面团，整理一下面团，直接搓成长条状，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，把每个面剂子都揉匀，整理成这样圆形的面剂。拿过一个圆形面剂，横一下竖一下压扁，再压边缘处，中心的部位少放上一点油酥，均匀的抹开，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严剂口，最后排出里面多余的气体。剂口处一定要捏严收紧，整理的圆润一些，不要着急擀开，放在保鲜膜下醒面5到10分钟。5分钟之后，我们取过最先做好的面剂子，剂口朝上直接压扁，来回调转面给它擀开，擀到一半的时候再翻面，两面都擀一擀，然后薄厚一致，擀成这样圆形小饼即可。平底锅或者电饼铛预热，刷少许的油。记住，烙这个饼一定是锅热下饼，如果锅不热，会把小饼烙干烙硬。
底部微微变色，翻面。另一边变色，再次翻面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看这小饼立马鼓起来，鼓起来就出锅。出锅以后，我们从中间切开看一下。看下里面，张张都是空心的，加点土豆丝，加点肉丝，早餐、中餐都适合。看一下，是不是做法超级的简单？关键是特别的柔软，柔软好吃，不油不腻。这样的小油饼您喜欢吗？喜欢动手试做吧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烙了柔软又多层的家常饼。这款饼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易做又方便。首先，大盆中放入6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5克盐，先用240克的开水烫一部分面，边倒边搅拌，然后再加入240克的凉水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样没有干粉的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。刚开始揉稍微有一些粘手，谁揉也是。成团以后，我们把它直接移到面垫上。用这种推拉揉搓的方式把面揉光揉匀。如果推拉搓揉这一步觉得有一些粘手，可以沾一点干粉。把这面团一定要揉光揉匀，大概需要4、5分钟的时间。撒一点干粉防粘，盖上盆。如果着急，醒上10分钟就可以操作；不着急，醒上20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我们揭开面盆，面团不用揉了。从中间分开，然后切分成均等的4份面剂子，然后把切好的大面剂由外向里，给它整理成圆形。如果粘就压一点干粉。做好的面剂子，我们盖上保鲜袋防干，取出其中的一份，直接压扁，擀成圆饼状。表面淋上一层油酥，不会制作油酥的抹一点清油也是可以的。喜欢吃葱花口感的，还可以放一点葱花。边缘处给它切成一刀，然后从一边切口处给它卷制起来。卷到一半的时候，大拇指压住中心点，继续往上卷。封口处一定要捏严封紧，底边的层次推进去，然后给它锁紧边儿。大头朝下整理匀，稍微转一下压扁，一个面剂子就制作完成了。制作好的面剂子不要着急擀开，放在保鲜膜下醒上5分钟，少来一点干粉防粘，整理一下形状，直接压扁，然后擀成圆饼状。擀出一半的时候，我们给它翻个面，这样饼的层次出来一致。从中间向两边轻轻的匀劲推开，再转个面，再匀劲推开。要想饼的层次多，这个饼不要擀得太薄，稍微有一点点厚度，饼的形状出来会特别的圆。擀成这样圆形饼状即可。平底锅或者电饼铛预热，上少许的油，这油不要太多了。油热以后，放入擀好的大饼，几秒钟以后，我们给它晃动一下，让饼受热均匀。烙制饼的表面微微变色，有小泡泡起来了，再次淋油，同样少淋油。烙制底部变色了，翻面。另一边变色，再次翻面。翻面以后，饼会立马的鼓起来，证明里面的层次已经出来了，饼可以出锅了，烙熟了，出锅。张张颜值在线，又柔软。掰开里面，咱们看一下。学会这个做法，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饼了，柔软好吃又多层，关键是还节省时间。海娟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想要馅饼好吃，薄皮大馅是关键。喜欢吃馅饼的家人们可以动手试做哟，全程按照海娟的方法，新手也能一次成功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中筋面粉500克，加入一点点盐，大约2到3克，混合均匀。用9两的水来和面，也就是450克，边倒边搅拌。这个水可以用温水，也可以用凉水。
分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之中。全程我们不用下手和面，只需要用筷子搅，因为这个面团会特别黏，用筷子搅成团即可。搅至2分钟，感觉这个面有阻力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醒上几分钟。醒至10多分钟以后，我们再来搅面。用筷子往一个方向搅，不需要搅的时间太长，大约1分钟左右。第2次搅面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个面团的表面没有硬疙瘩了，变得光滑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，醒上1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3次搅面，也就是中间间隔10分钟进行1次搅面。看一下这会儿的面已经变得光光亮亮，特别的白了。再搅1次，搅的时候不用特别用力，非常简单。再次搅匀以后，我们给它盖上盖子，醒上半个小时。我们可以前一天晚上进行醒面，第2天早晨来做饼，也可以早晨醒面，中午来做饼。醒面的时间里，咱们来处理馅料的部分。1把洗净控干水分的韭菜，然后我们给它切碎。切好的韭菜放入盆中，韭菜中放入一些调料油，搅拌均匀。放一些油，能够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，使韭菜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包制的时候不容易出水。面醒制好以后，我们来调馅儿，不要提前把馅儿调出来。韭菜中放入炒好晾凉的鸡蛋碎，喜欢吃虾仁的放点虾仁也可以，放入白胡椒粉，再少放入一点点的白糖，按照自己的口味加盐，最后加入几滴香油。其他的调味料我们就不用放了，保持韭菜的原汁原味。搅拌均匀，案板上撒一些面粉防粘，取出醒制好的面团。这个面团不要揉了，我们给它用刮板整理一下，整理成长条状。这面特别软，稍微抓一抓，然后给它切成等份的面剂子，一个面剂子大约80克左右。会揪面剂子的揪也可以。我们取过切好的面剂子，由外向里折叠均匀，几口朝下整理一下。取过最先做好的面剂子，直接压扁，因为这个面团特别软，怎么按压怎么吃。压的边缘薄一些，中间略厚。放馅料，差不多1个面皮4大勺的馅料，多放一些，让它薄皮馅大。沿着最边缘，我们给它提拉起来，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严几口。最后小尾巴捏薄，放在一边，整理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还是取过最先包好的面剂子，在中间的部位压下去。如果粘的话，我们放一点干粉防粘，哪块面皮厚就按压哪块，按成这样的小圆饼。平底锅一热砂油，油热以后放入饼皮。放入锅中以后，我们再给它按压，压的饼稍微大一些、薄一些。烙饼的面软，轻轻按压就能把饼按大，非常的简单这一步。全程我们开中火烙饼，不要火候太小，防止把饼烙得干硬。烙至饼的表面微微的变色，淋油，挑起边缘处看一下，微微上色了，这样就可以翻面。烙至饼的表面微微鼓起，再次翻面。烙制这个饼全程大约1分多钟，饼完全的鼓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馅饼就全部出锅了，边缘处全是馅儿，馅料均匀，真的是薄皮大馅儿又好吃，个个柔软。掰开里面咱们看一下，这样烙出的馅饼皮儿薄厚一致，一点硬疙瘩都没有，真的是满满的馅儿，比早餐店卖的都好吃哟。海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见。欢迎走进海娟美食，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半汤面小油饼，看一下要多柔软有多柔软。大盆中加入400克的普通面粉，放入0.5克的小苏打，起到蓬松的作用。我们先用20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，边倒边搅拌，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100克的凉水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搅至均匀后，揉成面团。
这个面因为水分特别的充足，刚开始揉有些粘手，我们只需要简单让它成团即可。盖上盖子，醒上15分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继续把面揉匀揉光。揉好的面团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直接搓成长条状，下成均等大小的3份面剂。接下来我们把每个面剂直接搓揉成圆形。拿过第1份做好的面剂，用擀面杖擀成圆饼状。因为这个面用开水烫过，所以特别的好擀。擀成圆饼状，面饼的表面淋少许的油，涂抹均匀，再撒一些干粉，增加饼的层次，还能吸一部分油。这样烙出饼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。从边缘处我们给它切上一刀，从切口处卷制起来。大拇指放在圆心点，继续往前卷。然后我们给它捏边缘，防止露出油。这样擀制的过程中，这个褶皱不容易开。把层次推进去，边缘处收口。大头朝下，按压扁，一个面剂子就制作完成了。做好的大面剂直接压扁，擀成圆形大饼状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平底锅或者电饼铛预热刷油，放入擀好的饼皮，饼的表面也淋少许的油，锁住里面的水分。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烙，烙至饼铛的周围冒上热气。这时候我们揭开盖子，看一下饼已经鼓起来了。我们给它翻一个面儿，转动一下饼皮，让饼受热更加均匀。烙至底部变成金黄色，再次翻面。看到饼的两边都变成金黄色，看一下这饼的柔软程度，特别的软，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半汤面小油饼，您学会了吗？特别的简单，表皮酥脆，内里特别的柔软。掰开一个，我们看一下，一层一层的。喜欢吃家常饼的，可以按照海娟这个方法来烙制哟，保证您也能烙出好吃又多层的小油饼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做了发面的玉米面小饼，全程无技巧无难度，方法简单，发面的好消化，孩子老人都适合。盆中倒入200克的玉米面，300克白面，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4到5克的酵母粉，2到3克的泡打粉，再加入30克的奶粉，35克白糖。白糖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来增加减。接下来倒入温水550克，边倒边搅拌。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加入少许的油，这个油最好用无味道的玉米油，充分的混合均匀。搅拌至没有疙瘩的面糊状态，我们加入水的量可以看最后和成这个面糊的状态来增加减，大约3到50克的水量。看一下面糊最后的状态，比我们平时喝的酸奶要稠一些。盖上盖子，密封醒煮半个小时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看一下面糊醒发的状态，表面都是这种针孔眼儿，看一下里面都是小气泡。用铲子反复搅动，排除里面的气体。这个面糊搅拌至原来的多少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再让它醒上5分钟。饼铛或者平底锅预热上少许的油，用勺子或者小碗倒入面糊，
看到小饼的表面凝固变色了，淋少许的油，然后给小饼翻面。捞制的过程中转动一下小饼，让小饼受热均匀。捞至另一边变色，再次翻面。翻面之后同样转动小饼，全程保持中火慢捞。看一下，捞至小饼的两边都呈这样的金黄色即可出锅。家人们看一下，这样做的玉米面小松饼您喜欢吗？个个柔软香甜，颜色还特别的好看，全程无技巧无难度，就算新手也能一次成功。掰开里面我们看一下，里面蓬松柔软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海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用半烫面的手法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馅饼。这馅饼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柔软。首先，盆中倒入4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3到4克的盐，来增加面粉的筋性，混合均匀，1分为2，一半用150毫升的开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另一半的面粉里加入150克的凉水。这样用半烫面的手法做出来成品，柔软好吃，凉了不硬。搅成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。揉成团以后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然后推拉揉搓，把面团揉光揉匀，揉至没有小疙瘩状，揉成一个表面特别光滑柔软的面团。后上盆，醒上40分钟。案板上撒一些干粉，取出醒制好的面剂子。醒好的面剂我们不用搓揉，整理一下，搓成长条状，然后切成等份的面剂子。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面剂子由外向里叠加一下，整理成圆形的小面剂。整理好以后，我们放在保鲜膜下，防止发干。制作好的面剂子直接压扁，用擀面杖擀开，放上馅料。这馅料咱们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搭配。我做的是素馅韭菜鸡蛋馅，多放一些，让它薄皮大馅。记住啊，包制的过程中一定要捏最边缘处，这样做出了饼皮，擀制的时候没有硬疙瘩。收口的时候，小尾巴捏扁放在一边，整理一下，然后放到保鲜膜下醒上5分钟再擀。取过一份醒制好的面剂子，剂口朝上直接压扁，然后给它擀开。正面擀几下，这样皮薄厚一致，擀成椭圆形。注意不要擀破了，轻轻的擀到馅儿半漏非漏的时候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平底锅或者电饼铛预热，刷少许的油，油热后放入擀好的饼皮，饼的表面也淋点油，保持里面的水分。捞至10几秒，给它转动一下方向，让饼受热均匀。捞至饼的底部上色了，给饼翻面。捞至饼的表面微微鼓起，再次翻面。随着锅温的升高，看到2张饼完全的鼓起来，鼓成这样的大肚子即可离火出锅。这个也完全鼓起来了。家人们看一下，从这个馅饼的边缘我们就看到皮儿薄厚一致，个个透明饱满，而且颜色特别的好看，张张好看，张张柔软。掰开里面我们看一下馅料，薄皮大馅儿，做法超简单。这种接软电线的方法一看就是新手，而且呢
然后呢，我们把另外这条线也是一样，从中间给它分开，分成一样多分好了以后，还是一样都给它拧一下。